就这公司现在有了3000亩原钱，对你我都不是好消息。中国土洋厂在技术上与朱家根本不能同日而语。一旦有了怨言，他们之间谁输谁赢已经是明摆着的事。可是他的饮票只能在天津东马路销售，不能调为进行。看来该我们出手了。老太太、徐姐姐，放学回来啦！回来了啊！哎呀，说说在学校里都学了些什么？德先生、赛先生。什么？妈，德先生是民主，赛先生是科学，这是新文化。先生还告诉我们呀，以后要新女学，废缠足，女人思想要解放，个性要独立。那些羞答答呀、男尊女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先生还告诉我们，男人能做什么，女人就能做什么，真是太带劲儿了。都说读一书增一智，真是至理名言。你看这雅芝，谁能知道她以前是主研的烧火姑娘啊？哎呦，如今这学校啊，可是比从前的激进多了哈。不过雅芝啊，你要知道，主义要学，本事也得学呀，啊！不管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，仁义礼智信是不能缺的呀。那温良恭俭让呢？哎呦，个假小子，还温良恭俭让呢！我看你就算了吧。徐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最近老这样。怎么了？我怎么瞅着你脸色不太好啊？你怀上了吧？我去医院检查过了，医生说我已经有2个月身孕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咱们旭东要当爸爸了。老太太，你要当奶奶了。哎呦，是啊，我要当奶奶了。他9大的海王星产得再高，又当如何呀？他就天津东马路那点饮票，撑破天1、2万人口。不然，我听说最近有好多人大老远的跑到东马路，专门去买海王星。那也不必多虑，只要其他地方在我们手里，那么天津盐利8成是不是还在我们手中啊？你们太小看范旭东了，他惦记的不仅仅是天津卫，他还要把海王星卖到全国，卖到日本，卖到全世界去呢。常老板，那依您意思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现如今，范旭东是既有原研又有技术，我们还能怎么办？被动了，只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看看范旭东先从哪里入手吧。明天我们会安装最后一台锅炉，可以开足马力，日产量能达到5吨。过不了多久，咱们自己的仓库会装不下了。这1个月之前我们是生产力不足啊，现在变成了销路不展了啊。虽说又谈下了2家盐铺，不过东马路好像已经饱和了。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攻破银岸这一关。长芦盐区已经是袁世凯自家的地盘了，想让他割肉出血，几乎不可能。所以咱们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天津。傅先生，有没有可能让盐务署在南方给我们批几个考案？哎呀，这恐怕要惊动袁世凯了。这个也可以试一试。如果真有了政府的批文，那眼下的运力就明显不足了。你日产5吨呐，是吧，总华？子良，范院长，由你负责筹建公司的船队，记着规模要大，不仅要考虑眼前的运力，还要考虑到以后的发展，明白吧？另外，组织一支公司的保安队。怎么愁眉苦脸的看着我干什么呀？缺钱是吧？
你需要多少银子，找李先生要。您放心吧。朱山，袁世凯没有银子了，我听说房山高运铁路停工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由咱们出资把它修起来？如果那样，今后的煤炭运输可就不用发愁了。哎，这是好主意啊！我想没有问题，我会尽快给正式堂写报告。傅先生，您看还有什么安排？你总经理都安排的挺好嘛，干嘛非问我董事长啊？啊，就按总经理说的办吧。啊。好有雅兴呀！这首歌很熟，叫什么来着？李叔同先生的送别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儿？我觉得我现在在九大，真的是个多余的人。没有，你别这样想。难道不是吗？这李竹成和李佐华，虽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现连王子良，他也有安排了，而我呢，成天无所事事。你真的想多了。旭东跟我说过这件事儿，他觉着你做检是大事儿，不想耽误你的时间。那都是糊弄人的鬼话。这李竹成不也在做点吗？他根本就是因为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反正啊，他就是看我不顺眼，故意冷落我。真没有，旭东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不想再跟你说他。反正啊，在你眼里啊，他就是千好万好，而我呢，就是一无是处。哎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酸味啊？是不是谁家的醋瓶子打翻了？啊？子英，真的不要这么笑话我。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在这儿，我早走了。我的才能啊，自有公论，我用不着，也不需要向他们任何人证明什么。你也不需要向我证明什么。明天我就要跟我爸去北京办影票的事儿了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帮帮旭东。他这么有能耐，需要我帮他什么？还是要走啊？好啊，你走。我不走了，我要走，我要风风光光、体体面面的走，没有一鸣惊人啊，我绝不走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说的，我把这账写了，一会儿乱。九端那么大公司，为什么不请个会计？信得过的人少，懂化工的就更少。你要当爹了？对。哎，会计这一摊儿，我想以后就干脆交给雅芝吧，她现在不是正在学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什么都不重要啊。你生我气了？我不急了。你说什么事？我帮你。这个事儿你帮不了。胡说！这个世上还有我范旭东做不了的事情。生孩子你生得了吗？生孩，这我可干不了。你怀孕了？啊？我要做爸爸了。啊？我要做爸爸。哎，小心孩子。我要生孩子，我要做爸爸。挺好。你听，什么动静啊？范先生放唱片呢。光是唱片的声吧？还有别的动静？那我上去看看。上去看看吧。
看着范旭东夫妇幸福的舞蹈，雅芝心里一阵羡慕。自己现在上学了，日子也比以前好了，那么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美好的梦呢？我范旭东也有儿子了。哎，你说，将来咱们儿子做什么？做书童。书童？跟他爸爸一样。刚回国的时候，我就跟哥哥说，咱们中国呀，从来都不缺做教子当官的，缺的就是干实事、做事业的人。我是个书生，我做不了商人，但是我可以做书童啊。我要给易先生、李先生他们做好书童。如果九大能够把所有有才华的人都聚在一起，那今后就算有天大的难事，我们也能解决。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缺了，缺的就是时间，是希望。现在我们有经验了，我倒想看看我们的孩子吃着我们的经验长大，到底能比洋人差多少？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一定不比洋人差。子良哥，你吃的那叫什么呀？馒头啊，没见过。那半个，你爱吃吗？哎，做那个刚发了工钱，你连个馒头都不肯买。不是我不肯，这钱进了铁盒子就不能拿出来，我发过毒誓的。还在做你的地主梦吗？怎么不能做啊？现在厂子好了，工钱多了，总有一天啊，我一定买得起一亩盐田的。有你这么瘦的地主吗？拿来。有啊，我们村就有。子良哥，咱俩不说谎了，往后要吃不了东西啊，都给我啊。凭什么呀？我还想当地主呢，我的钱就舍得，你的钱舍不得啊。您是渔夫，渔夫叫什么地主啊？又藏你的铁盒子去了，天天都藏哪儿啊？你呀，死了都不想找到。是啊，厂子好了，工钱多了，咱们怎么不能做梦？好的消息是，产量已经非常稳定。不好的消息是，库房早已经装不下。这几天盐一直堆在露天场地 ，God damn it！ 卖不出去比做不出来还糟糕。别着急，走，去看看。好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盐铺的工作以后就指望你们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您好走，您好走。那怎么了？干嘛？酒香也滑向了身，是，得学着吆喝。你看洋人做那洋货广告，啊，那就是吆喝。谁家刚生了孩子，养不起扔了，一找是姑娘。孩子，哎，我们俩这事儿多了。最近老有人把刚生的孩子往酒大门口扔，要么在酒大盐铺门口，好多次了。为什么你都扔在咱们这儿？老百姓都觉得咱们酒大赚了大钱，你又是菩萨心上，这孩子扔在这儿一种能活，怎么办？真的管不过来。这爹妈也是真够狠心的，把这么小的孩子扔这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哎，班主任您这，
你真抱回去你？7、8岁的孩子能做小丽吧？这刚生下来的，成年只有一张嘴要吃的，您抱回去怎么弄啊？这，还有方先生，你看，这儿马上就装满了，装不下的只好堆在外面。你这样不行，盐放在外面，万一下雨，那不都毁了吗？那还有什么办法？看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引票。没有引票，咱们生产再多的盐，那也是白搭。哦，老爷，北京来了2位洋人，想要见您了。洋人？干什么的？哦，说是英国嘛玩意儿？哦，普内明公司的，想跟咱们做买卖。陈老板，这些天来您的鱼虾怕是不好卖吧？哼，菲利普先生可能不知道，卖盐的没有引票，就是在同一个村里，东村也到不了西村，在中国这叫引岸。可我听说，范旭东的下一步棋就是攻破这引岸制度。哼，那兴华宫的主子肯定也不是袁大总统了。陈老板，现在不把范旭东掐死，怕是等不到袁世凯下台，长路的沿街就该找花袋了。二位话中有话，不妨明说。我们主技术，你主原言，范旭东就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无路可走。而且你的盐能卖到日本，卖到印度去。我还没那么可怜，别说范旭东了，就是贵公司来到长芦，我也照样跟你们掰掰腕子。郑老板，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满，我劝你还是考虑考虑。用不着考虑，陈家3代人的祖业，不能到了我这一代就成了败家子。如果你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谈这个，恕我不奉陪了。2位杨爷，别坐着了，请吧。喂，师叔，哎，哪来的孩子？哎，范先生捡来的。范先生捡来的？还让送到家里去呢。别吃手，别吃手。关上门，我离斗。对外倒是同仇敌忾，我真是搞不懂中国人了。要是范旭东有了银票，跟我们就是短兵相接了。丁恩难道会坐视不理？丁恩这一关他也不好过，但巨大的股东都不是等闲之辈，不可轻敌。你真要顾及范旭东，把这事儿交给我。你想怎么做？有些事儿不是你们这些传教士能做的，得交给我们这些水手。你先回北京，用不着博内蒙公司出面，也用不着陈立信来帮忙。我保证，1个月之内，9大关门歇业。现在精盐库存积压的厉害，我看一时半会儿还难以缓解。范先生的意思呢，是让我们打破僵局，拓宽思路，做什么牙膏啊、牙粉呐、漱口水等等，这些都是盐的副产品。技术上嘛，不是很难，工艺我都准备好了，这些是样本。机器上的要求并不高，很快就可以投产。我看也可行。这虽然解决不了什么根本上的问题，但是至少可以舒缓眼前的经济压力。我快闷死了，这几件事就交给我来负责吧。看来这易先生真是闷坏了啊。好是好，不过我就怕影响你做碱呢。我跟你说，那做碱才是大事啊。哦，不会不会，这做碱啊，我目前还在理论设计阶段，而且这过程比较烦闷，多干点活就当做是种调剂。这范先生，你说呢？
范先生，你们说的都挺好。我刚才在想一件事儿，咱们九大是不是应该办个育婴堂？办育婴堂，将来还要办中学、小学，办图书馆、养老院、计量所、体育场，残废院。范先生想在塘沽办一个小国家。别，这个，左华，这个你千万不要胡说啊！如果你说我办个小社会，那还勉强。我们做实业的初衷是什么？少有所依，老有所终，鳏寡孤独皆有所养。国家顾不过来的事情，我们来管。这好是好，不过，是不是花销太大了？对我们而言，现在是力所不逮呀。慢慢来嘛，一点一点慢慢做。就像当初办职工学堂，也说没条件，你看现在，办的不也挺好？对不起啊，易先生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们说的这些，所有的这些，都跟你没关系啊。作茧才是天大的事，我不希望你分心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觉得闷得慌了，做茧啊，枯燥啊，烦，那比如育婴堂这样的事情，你倒可以拿出一些精力来帮助我们去筹钱，是吧？范旭东，你是不是欺人太甚啊？怎么了？叔叔，我真的是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做茧不应该分心啊。你要知道，没有茧，咱们九大就没有未来。哎，叔叔，你应该知道我对做茧成功的期待。可我一书中再不济，也不至于去做个育婴堂吧？我只是打个比方。比方，我们九大现在有钱吗？我可以说服董事会啊，不计关系不发红利。不计关系不发红利，那将来还要集资募营的时候，还有谁会投钱？如果有谁是为了赚钱进九大的，我宁可不要他。旭东，你听我一句劝，我知道办育婴堂是好事，可是，是不是等到条件成熟点再说呢？可什么时候才叫条件成熟呢？是我们九大赚了1000万的时候，还是5000万的时候呢？啊，有一分力量叫做一分事。等腰缠万贯了，偶尔失手，那还不如一穷二白。不为民生所想，咱们九大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？我觉得今后这一点要作为我们九大的制度来执行。好啊，那既然您决定了，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是在不过我先说，我在负责做茧。像育婴堂这种好事呢，请你另请高明。范先生，您哥哥来了，在办公室呢。这谁？我哥？哥，旭东！哎呦，你打的可真够大的！你居然还敢来天津！哎呀，行了，你说你这快做爹的人了，你怎么还是那么不懂得稳重啊？你回家了吗？妈都快想死你了。可我这次不能久留，得马上赶回上海呢。来，坐。我这次回来啊，是替护国军筹集资金的。哎，害怕了？放心，我不会找你要钱的，资金我都全解决了。你就是管我要钱，我也得痛痛快快的给你啊。怎么样？南方的战事怎么样啊？还是焦灼状态。北洋经营数10年，兵强马壮，北洋三虎也是能征善战的，很多城池都是几度易手。战事的走向现在还说不清楚。袁世凯倒行逆施，人神共愤，只要能坚持不懈，一定会再造共和。好，不说这些了。我到北京见到了傅先生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丁恩拒绝批给九大南方的银票。意料之中。不过傅先生还在寻找机会，他要你尽快的去北京
想引荐你去见杨度。哪个杨度啊？嗨，就是那个给袁世凯捧臭脚的杨度。他睡着了，傻丫头，你瞧瞧，快醒了。哎呦，这徐父啊，刚刚怀上，哎，又抱来这么一个，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，啊，折腾工厂的工人还不够，又折腾家里人不得安生。哎呦，老太太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将来徐姐姐生了孩子，我左手抱这个孩子，右手抱徐姐姐生的孩子，街上那么一溜达，我多神气呀！哎，别的我不敢打包票，但我保证啊，能让这2个孩子吃饱了喝好了，绝对饿不着的。昨天对门邹老太太还问我呢，她问我是你什么人？那你怎么说呀？我说是你女儿啊。我真的要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感情就好了。不过呀，赶明儿我就把你认作干女儿。干的多没劲呀！要做就做真的。老太太，你让范先生娶我做小吧，我保证把你和徐姐姐伺候得好好的，真的。你就让范先生娶我做小吧。这个我可做不了主，那你得问问你徐姐。徐姐姐行吗？行，你自己问范先生吧。好，那等范先生回来我就问他。傻丫头，我不去。徐东啊，你听我把话给你说完。他鼓吹帝制，一篇军宪救国论，误国误民。是我知道，可是你是做生意的，你不是做政治的。现在也只有他能够说服袁世凯。需求，那我岂不是跟袁世凯走到一起了？我说不过你啊。总之啊，傅先生的话我是带到了。那你的任务完成了。行，我完成了。就算你不去，你也到北京去跟傅先生当面说清楚。好，那我有言在先。停，到此为止啊！再往下说啊，咱哥俩这嗓子又得提8度，啊！反正咱俩有日子没吵。是啊，见面一吵就舒服，吵呗。哎，你这床可是够大的呀，啊！这不一举两得。白天开会，晚上回不去了，就在这儿睡。你真能对付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事业要做，可这家也得顾啊。弟妹也是有身孕的人了，你得经常回家看看。我听你的。好了，我不能久留，这就走了。哥，一定得小心。放心，照顾好妈。怎么着，书中，想不辞而别？这别人不待见呢，我还留在这是干什么？看来你还真不了解范旭东，他怎么会故意给你难堪呢？啊？我随他有意无心。现在我走，是我吵了9大。等将来范旭东赶我走，那我是落荒而逃。我真的不应该来这的。你不是想一鸣惊人吗？你现在这么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那叫一败涂地。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凭我一书中，我到哪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？不管怎么说，他范旭东还是把9大给建起来了，而且袁岩这个坎儿他也跨过去。眼下正是他骄傲的时候啊！你走了，别人怎么说呢？别人说是他范旭东没有能耐把人才留下来呢，还是说你遗书中没有本事，滥竽充数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忍气吞声，说什么都不走。等把茧做出来，然后再给他来个拂袖而去，让天下人耻笑他范旭东去，那才是书生一切。你等着看好了，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好吧，那我听你的，我不走了。哎，你这才对呢。走，去我那儿，小酌一二。啊，对了。做牙粉有些技术还真想不通，你真得帮忙。改天吧，
我今天真的没心情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好多问题等你回答呢。走，走吧走吧，说的。旭东啊，叔仲，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你想知道这3500年前我是怎么搞到手的吗？最关键的是我记住了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。你说做大事不能只靠激情，更不能任性。你看，你说过的话，我记住了。叔仲，今天育婴堂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。如果你觉得这事儿小啊，你还有其他的精力，那李先生手里的任何工作，你都可以接过来，好吗？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把全部心思放在春节上。你言不由衷，那就请你把话说明白。好，那我就直说。那样最好，咱们都是9大的同仁嘛。可你我之间不只是9大的事，那是什么事儿？傅小姐，傅子英，我喜欢她，你也喜欢她，所以你才会冷落我、排挤我，让我在她面前难堪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要是真心喜欢她，就直截了当娶了她，别这么白白浪费别人青春，你自己心头不别扭吗？叔仲，我都是快要做爹的人了。你这么大的一个经理，随便娶的小子算什么？况且对子英而言，也比现在这么不清不楚的强啊！胡说！那个敢做敢当的范旭东跑哪去了？你敢说你心里没有他？我今天来找你，我是来赔礼认错的，不是来跟你争口舌的。你没有回答我。我跟傅小姐，我们俩之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拿出来晒太阳的，懂吗？我承认我对她有好感，可并不是所有的男女之情都是恋人之情，也可以是朋友，也可以是战友，对吗？我有许父，我很知足。这么多年，我一门心思做化工，他跟着我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。那傅小姐想要的幸福，我更给不了。我想我说的话已经很明白了吧？我佩服你今天的。不过我希望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明天我就要去北京，塘沽这边的事情，我希望你多费心思。我想托你办件事儿，很小的事儿。行，不过我有一个原则，对不起陈家的事儿，我是绝对不会做。放心，这事儿做好了，你们老爷啊一定高兴得很。是管家，不是我当面恭维，除了燕窝蜀和10大雷上。您在长芦眼界也是要说1不2的角色啊！哎呀，我说杨爷们儿啊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我跟您了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模跟你们洋人打交道，而且这么近，脸对脸的，根儿啊！杨爷们儿。刚才你说的那个到底是嘛事儿？嘛事儿？啊？哦，就是什么事儿？
你妈妈病好点儿？哎，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怎么了？哦，好。拿着，啊，拿着。老二，别这么愁眉不展的，不是叫你去杀人放火。凭心而论，范先生对我不薄啊，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。哎，我说老二，他对你再好，能给你这么多银元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人家洋人可说了，你妈妈那个病，给你找个洋大夫看，保准根治啊。那洋人要我干啥呀？啊？这啥呀？这是洋人给的，我老帽我也不懂。让你放在你们做盐的那个机器里边去，机器。不能出事儿吧？盐可是人吃的。出个屁事儿啊！你们九大自己不是也往海王星里边点接吧？再说了，老二，它就是砒霜，哎，散放在3000担的食盐里边，又能怎么着？接不接了吗？老二啊，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！拿着，拿着。以后有嘛事儿，尽管找我。来，快！快点！全部开！快点！那什么来？快点呐！不行，花样是没有的，以后水样全毁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往山路里搬！往山路里搬！快！往山路里搬！出来，快来帮忙啊！来了！现在能扭转乾坤的只有袁世凯了。这位杨度先生是他最信任的人，他要是能帮我们九大说几句话，你想什么呢？这杨先生怎么突然变得跟袁世凯摇起哪？小点声！我爸就怕你说这些。要打破引案的限制，把海王星销到南方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待会儿杨先生来了，除了引票的事儿，别的你什么都别说啊。你听见没有？人人都说范家二杰，今天我总算有机会见到老二。杨生你好。傅小姐是自己人，就不必客气了。你父亲送来的2瓶海王星，我都试过，味道很不错，不比洋盐差。看起来我今年的这个小股是要有红利要分了，是不是啊，范先生？我们今年不发货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杨先生。现在我们九大产量虽高，但只能在东马路销售，而且库存积压得很厉害。另外，旭东还想办一所育婴堂、一家医院，这样可惠及民生。好啊，搞实业不忘民生，这是好事啊。如果我中华帝国多一些像张显、范启东这样的人，夺回利权，光复华夏，则是指日可待呀。啊，印票的事你父亲都跟我说过了，红线皇上也很圣明，
我可以说说试试，未必不起效。但是不知道范先生想要南方的哪几块土地？